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米塔世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一起在日本看房子，只不过这些房子都有一点点的年代感。你们是否有想过，在日本的老街，比如江户，甚至更早时代的房子，为什么都有一些独特的设计？比如在屋顶上放石头，甚至还有为马而设置的旅馆。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将带大家来到位于神奈川县川崎市多摩区的川崎市立日本名家园，近距离观察建筑的外观与结构，进一步的了解他们所属的时代背景与用途。日本名家园就在川崎市，所以可以从东京站或横滨站出发。我们这次是从横滨站乘搭东横线，约13分钟抵达到五站小滨站后，转乘南武线，再大约13分钟抵达登户站，最后再走24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如果是从东京站出发，则可乘搭中央线约13分钟的车程后，在新宿站转搭小田急线，约21分钟抵达向之丘游园站，之后走约15分钟即可抵达园区。前往园区的途中会经过藤子 F 不二雄博物馆，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哆啦 A 梦博物馆。如果你对哆啦 A 梦有兴趣，非常推荐将两个景点安排在同一天的行程中哦。日本名家园于1967年开园，是一座占地约180万平方公尺的户外日本名家园博物馆。馆内保存与展示了来自日本关东、东北等地区的传统古民宅，多数建于江户时代，起源于当时日本社会快速现代化的背景下，许多最具代表性的古民宅面临消失的危机。为了保存这些珍贵建筑，川崎市教育委员会启动了古民家的收集与移筑计划。最初是为了保护位于川崎市麻生区的伊藤家住宅，之后逐步扩展为展示全国各地古民家的构想，最终实现为今日的日本名家园。这项工程因其在建筑保存与展示上的高度专业性，获得日本建筑学会颁发的业绩奖，充分展现其在文化资产保存方面的重要贡献。日本名家园内分为5大主题区域：树场、信越村、关东村、东北村以及神奈村。整个园区共展示了25栋建筑物，其中包括7栋国家指定重要文化财、10栋神奈川县指定重要文化财、7栋川崎县的重要历史纪念物，以及1栋国家指定的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财。由于影片长度的关系，我们这次先带大家介绍第一个区域——树场。从正门购买好票进入园区后，我们就进入到树场的区域了。树场区这里设有5栋建筑物，分别叫做原家住宅、铃木家住宅、井冈家住宅、佐地家之门以及三泽家住宅。直接往上走，马上入眼的就是原家住宅。这间房子建于1911年，在当时原家是小山村首屈一指的豪农，
为了配合明治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拆除旧宅后，新建了一栋2层楼现代格局住宅。主屋采用了入母屋罩与瓦器屋的设计，兼具传统与现代建筑风格。室内保留了传统农家住宅的土间与和室空间，也引入当时流行的玻璃拉门与洋风家具，展现出农村生活的现代化转变。由于都市开发影响，原家住宅于1991年被迁移至川崎市的日本民家园，并由专业团队进行复原，于2001年指定为川崎市重要历史纪念物，成为代表地方宿场建筑文化的重要实物展品。目前这栋民宅有对外开放，不仅可入内参观，也设有休憩空间，可以在此享用当地食材制作的茶点，体验古宅生活的悠闲气氛。原家住宅出来往右走，我们来到了一栋叫做铃木家住宅的古民宅。这间住宅原建于江户时代后期，约19世纪初期，位于福岛县松川町的澳洲街道宿场町。这是一栋2层楼的马术民宅，屋名为赤浦屋。马术主要负责照料旅客所携带的马匹，因此府邸内的土间设有大型马厩。墙上的这些木条痕迹就是当年的马屋，这里可同时容纳12至14匹马。此外，这里有提供旅客住宿、存放马车上物品的储存室，以及大众休息所。虽然是马术，但同时也是一间旅馆。在1970年时，铃木家住宅被移驻至日本民家园，并于昭和47年被指定为神奈川县指定重要文化财，成为今日保存江户时期宿场建筑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从铃木家住宅出来后的对面，有一栋正在维修的建筑物，叫做井冈家住宅。有点可惜，我们不能仔细的去观看内部建筑风格。井冈家住宅原建于奈良市下高田町，估计年代为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属奈良町最古老的町屋之一。最初，井冈家从事油品营业，后来转型为线香店。住宅兼具店铺与居住用途，
是典型的江户时代三柱町屋。在1970年，井冈家住宅被移驻至日本名家园，是园内唯一来自西日本的町屋展示。它于1986年被指定为神奈川县重要文化财，成为理解江户时代町屋文化与奈良地区都市发展的珍贵见证。之后我们继续往直走，爬了一个小山坡，就会抵达一个武士宅邸的家门。这是佐地家门、贡代以及平，原位于爱知县名古屋市东区的白壁地区，属于尾张藩中级武士宅邸的正门构造，建于江户时代后期。此建筑为武士住宅的门面部分，展现了当时武家建筑的格局与阶级象征。门是采用东门形式，是武士宅邸的重要出入口，具有威仪与象征性。拱带是为侍从、家臣与随行人员在主人外出或接待客人时等候休息的空间，是江户时代宿场制度中常见的附属建筑，现今保存实力极少。壁是与门构成载体的表构，外观大小与装饰程度往往反映主人的地位与官职。壁越长越高，装饰越华丽，象征着主人身份越珍贵。因都市道路扩展等开发因素，于1970年由佐地家捐赠给川崎市，并于1986年在日本名家园内完成移筑复原。在1997年被指定为川崎市重要历史纪念物，是少数完整保存拱带这类武家附属建筑的珍贵案例。穿越武家宅邸家门后，走不久就会看到三泽家住宅。这间住宅原建于长野县伊那市的伊那部宿，据传旧宅于天宝11年毁于火灾。现存建筑可根据建筑样式与技法推定为江户时代后期所重建。三泽家住宅为一层建筑，但局部设有中二阶，是用来储存货物用途。而根据建筑样式可以推断出，三泽家原是当地最具有影响力的药屋，并以幕末时期经营高级旅馆。住宅空间融合了商业经营与住宿接待等多种功能。屋名为垂屋之妻亚。如果仔细的去观察，会发现到牌子一面为汉字，一面为片假名。这其实是有含义在的，为汉字的一方是去往江户，平假名的一方是去往京都，成为了当时旅人的路标。三泽家住宅建筑最具有特色的是它的屋顶，屋顶是传统的切七造，也就是两边斜坡对称的双波屋顶。屋顶使用栎木等材料，这些木板长约40至60公分，宽10公分，厚约1公分，之后排列整齐。为了固定木板，会放置用龟木劈开的木条作为压线，之后在上面放置平整的石头。为了让石头看起来整齐，越靠近屋顶前端的石头就会越大，圆形或是不稳定的石头则不会使用，以避免掉落的危险性。由于三泽家所在地长野县伊那市冬季降雪较少，因此屋顶不需要清理积雪。夏季时木板会翘起，遇到雷阵雨时屋顶可能会漏水，所以这些木板大约每2到3年会翻面或更换。但因坡度较缓，容易积水并导致腐烂，因此屋顶的维护工作非常繁重。三泽家住宅内还原了当时的药铺，里面可以看到制药品、储存药的柜子，以及行商所需的东西，比如看板、柜台、接客区等。在1970年时，因保存需要而移驻至这里，并于1972年指定为神奈川县指定重要文化财。
是园区内代表性的素产町3家建筑，珍贵地再现了江户末期地方药铺兼旅馆的历史风貌。三者家住宅也是素产区的最后一栋住宅。今天介绍的这5间住宅，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每一栋建筑的历史与特色。可能下次走在日本老街上时，除了拍照打卡以及感叹街景和建筑的美感以外，更能够看出不同建筑的结构、各自的年代以及它设计的内涵。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